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9月5日，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用技术面和消息面帮你一起拆解市场，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喽。今天我们同样会从2个方面来去分析一下美股。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纳指的行情走势。我们看到呢，纳指反弹又接近高位，这一次呢，能否突破创新高？今天我们来去看一下，分析一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一下热点股票。那像英伟达还有 CRWV 呢，是 Lucy 近期一直在跟踪的，还有特斯拉和 AMD。那露露呢，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来分析一下啊，所以今天呢，也会给大家讲到露露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这一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纳指在近期的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中呢，其实还算是走的比较整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前一轮的一个黄 K 呢，去作为一个锚定的参考点，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黄 K 的一个上边界，也就是21,803.75这个位置呢，目前来说还没有被刷新。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画一条横线的话，你会发现上一周呢，周四的时候它是有接近过，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呢讲过了，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课里面跟大家说呢，你越靠近高点呢是越要减仓的。那么昨天呢，其实又来到了一个接近高位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还算是一个多方带的一个上方，而且它这一次又接近了一个高点，所以我们的一个判断方式呢，这边先给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就是 Lucy 不去预判说它能不能突破，我们只看有没有一根这样的一个阳线去突破这一个点。这个阳线呢，我们是一个动态来去看的。为什么这样说？其实呢，我给大家去画一下它的区间，大家就看清楚了。因为此前呢，我给大家去画过低点的一个连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斜线。等于说这一天呢，它是有一个跌破，但是好在它是一个阳线，而且呢，我们在直播中刚好这一天的一个盘前的一个直播呢，有给大家去讲到说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微型，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上一条视频说我们还是看反弹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个图形呢就走出了Lucy 的一个预判。等于说纳指现在又回到了高点，但是这一次的一个高点呢，不是半导体板块带动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阳线的一个形成究竟有没有合力去突破，这个我们还要分开来看。那么从8巨头的一个走势来看呢，权重现在每一天呢基本上是轮换的。比如说谷歌最近涨的就比较好，所以呢我们知道纳指呢它也没有说出现太大的一个跌幅。那比如说昨天呢亚马逊走势呢还算是不错的，还有苹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走势还算是扛着指数。那包括今天的一个盘前呢，其实我们的一个博通的一个财报也算是点燃了一个半导体呢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咱们今天呢就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整个板块能不能被带动。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纳指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们要剖析它这个阳线走出来，最终是能突破还是不能突破，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看哪一些股票。那实际上今天的话，就是要去看一下博通的一个走势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预判，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要去预判的话，我们要有几个参考的点。那第一呢，就是这一个形态是一个上升三角形，那我们就要知道它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突破的阳线站稳，而且我们要看2到3天的一个走势。所以今天是星期五的话，我们还是要谨慎的去对待今天的一个行情。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多方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彩虹带现在还没有出现变质，等于说现在呢，紫色带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底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看它反弹，为什么又一次成功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变质，等于说多方还在挣扎。那如果说把这个过程呢，要把资金聚集起来的话，才能向上突破。所以说这一根阳线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呢，在这个开盘前呢，还是有重要数据的一个发布，所以说结合现在的一个消息面，包括技术面的话，在这个位置，我还是维持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你尽量减仓，仓位不要重，才是一个上选择。
那这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我在盘前广播里如何跟大家去沟通的啊。那纳指呢延续反弹的一个走势，大阴线1/2的位置试探过，今天呢延续反弹方向，再看高点是否能达到。那我们指标当中呢提到的纳指的点位还是靠近上边界了，所以说依然是维持观点不变，我需要减仓的。我在直播课里也给大家讲了，为什么这个位置越涨越减仓，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操作节奏。彩虹带迟迟没有出现变字，但是有收窄，所以说高点的话呢是不能预期太高，先用阴线的顶作为参考。那我们说这个阴线的顶指的是哪一根？就是这一根，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21630.33。那昨天呢是一根阳线突破，那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它每一次变化其实呢与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选择有关系。那它越到这个靠近高点呢越去减仓，相对来说应该是3周以来的一个观点保持不变。这个呢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当然呢我们的粉丝朋友呢知道 Lucy 的一个习惯，去看 MACD 的话现在也没有出现金叉，等于说它现在只是红柱有收窄，迟迟没有金叉，它怎么会出现呢？就是说如果是突破的话，它这个位置才能出现金叉，那我们就要重新去看了。所以说纳指的话我们不去猜，我们只是等待啊它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这个是对纳指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热点股票的一个分析。首先呢这张图表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呢其实算是半导体板块的一个风向标了。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除开半导体的话，英伟达它还是一个纳指的一个权重股，所以说它的走势呢基本上也可以影响纳指的一个动态。所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那近期的话英伟达它是出现了变子啊，这个是我们对于趋势和大方向的一个粗略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它现在呢出现黄色飘带的话，等于说它现在有一点多转空的一个走势。那么空方的话我们要去怎么去看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用一个阴线去做参考。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这是一根跳空的阴线，那么接2连3呢本周的一个 K 线呢到目前为止它是横盘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箱体，没有说高点变高，也没有说低点变低，所以它在一个窄幅震荡。但是呢现在我们参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以这根阴线去参考的话，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高过173块1毛4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用到阴线的一个参考呢，它现在呢还算是一个弱势。而且大家会看到啊，就是因为股价呀在这个170附近呢已经震荡了3天，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散财童子呢就比较明显了，它在这个地方呢是一直持续的一个流出。我们现在以空头思维来去看的话呢，我们只要说它现在反弹站上了173块1毛4这个位置，它有可能呢1/2的地方就靠近了这个上边界。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呢来去看一下，一旦它靠近上边界的话，其实黄色的飘带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对于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呢并不是很看好。那我们再来佐证一下，通过这个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日线它会出现反弹的话，等于说30分钟它应该有一些迹象。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30分钟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到其实呢有个好的一点是它有白 K 和这个聚宝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连续震荡了3天，我们也可以从日线看得出来。那它即便是出现这个辫子多方带的一个反弹，或者说 MACD 呢上穿0轴，它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机构成本线2条的一个压力，那它所处的价格呢大概是175块7和177块7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两个呢价格是相差大概2块钱。我们把它移植到日线里面，我们粗略的判断一下，这个位置是176，等于说它再高一点到中轴这个位置呢就是177，它再低一点呢大概是175呢，也就是在这个阴线的一个上方。所以说无论30分钟到哪个位置移植到日线的话，基本上与这个黄色飘带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用空头的一个思维来去看英伟达。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去做反弹的话，你就要知道它1天2天的一个走势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超短线，
不然的话它在遇到了高点啊，它这个位置呢遇到了黄色带的一个边界啊，包括中轴的一个压力的话，它就会出现回调。所以说英伟达今天呢就要去看一下能否在这个博通的带领下呢，它能出现一个反弹。如果说反弹的话，那我们也要知道预定它的高点呢就不能太这个预期高。所以说这是英伟达的一个走势。所以今天呢主要是看博通的一个财报呢，其实盘前的话已经上涨了7%。那就不知道后面开盘之后的一个走势是怎样的。那英伟达的话呢，在这个过程我们也要去看，即便是它反弹的话，也要去看一下它的压力位，我们的一个这个收益和这个风险比划不划算。这个呢是英伟达的走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一个走势图。那近期呢 Lucy 在跟踪这一只股票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粉丝朋友呢对于 Lucy 也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呢我是一直有跟踪这只股票，不管它是我判断的对与错，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都是根据 K 线和技术分析来去给大家去分析的。那既然呢主力它已经选择了向下2根阴线跌破了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我之前给大家画过，这个位置应该是90元。那如果说跌破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叫防守位？也就是说它跌破之后呢，我们是果断的先出来。那如果说你在90元这个位置去减仓的话，其实后面的下跌呢，这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也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交易股票它是有方法有进退的。在我的盘前广播里有写到说这个90元呢是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既然这个股价现在选择了向下，那我们就要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股票的一个事实。那当然这个过程中我是在这一天买的 call 单，那我也是出现了一个亏损。所以说呢，这个 CRWV 呢，我要重新的再去审视一下它的一个位置。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在这个区间呢，白色框框这个区间呢是有这个蓝色 K 线的。我们知道蓝 K 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机构低吸。等于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看到有机构呢它去建仓的。我们知道机构都是在左侧建仓，因为它不可能买完之后就去拉升，它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必须要去把上方的一个筹码呢洗干净，然后呢再去拉升的话，它是没有压力的。那现在在这个位置等于说它的一个建仓呢就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我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判断，那机构呢它现在还不想拉升。那我们看一下说这个聪明资金呢，之前大家可以看过，就是在这个聚宝盆的一个位置低洼区呢是有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但是很遗憾呢，是在回调的过程中，因为股价向下去打，机构是要做抛盘的，所以说它的聪明资金呢没有再出现。那现在这个位置呢，等于说我对它的一个观察的时间又会变得拉长了，因为我要等待最后的一个信号，就是它的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我相信它应该离这个位置是不远了，因为我们看到机构建仓的峰值是在框框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是要测算一下它的一个位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1.8%测算的位置呢是71块1毛8，是哪一条线呢？是这一条虚线。如果说以这一个高点和这一个低点去做一个黄金分割的话，那我们预测它下跌的一个空间呢是在161.8%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支撑。所以说接下来呢，如果说它跌破了138.1这个位置，然后呢来到了161.8这个地方呢，就是71块1毛8的话，我相信这个位置聚宝盆的话也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去跟踪这一只股票的。所以说 CRWV 的话，对于参与的朋友来说，那以2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防守位，我们要知道去这个止损，它在低点我们再买的话，等于说这一段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它的一个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下跌我们还有持仓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不能继续补仓的。因为我看到粉丝朋友说他已经补的这个没有退路了补无可补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没有出现补仓的一个信号，既没有出现蓝 K， 也没有出现我们要的白 K。CRWV 的话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我还会去相信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如果说有资金流入的话，我还是会去以这个反弹的一个思维来去看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在我的盘前广播里呢一直有文字跟踪这一只股票。
那昨天的高开低走呢，收盘有跌破90的防守线，暂时可以先止损出来，看机构选择方向。空方带中轴这次反弹起到了压力作用，日线聚宝盆也随之消失啊。这个文字描述的可以等待再次出现聚宝盆和止跌信号进场，也是一种交易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黄色飘带的中轴呢是给到了一个压力。当然说第二天的一个红色呢跌破了它的一个黄 K 的话，是一个离场的信号。而且呢，进一步9号 K 线也被跌破的话，也是第二个离场信号。那么这个里面提到的呢，就是这两个位置。所以说呢 ，CRWV 这只股票，如果说我们的粉丝朋友，如果说你还不是咱们的财生呢，那 Lucy 的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个这个体验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还有参考价位。如果说咱们是新加入的粉丝朋友们，那你们是有整整15天的体验期。那像这样的一个资讯还没有拿到的朋友呢，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还有第二重福利呢，是 Lucy 送给我们喜欢做期权的粉丝朋友们。那 Lucy 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和实战交易分享，是在我的一个主页的会员视频里。如果说你点击了加入，成为了超级露露粉，除开能看这样的一个会员专属视频呢， Lucy 会更新我的一个实战期权交易的一个技巧的一个课程。如果说你成为了超级露露粉的话，那 Lucy 再赠送盘前广播呢，体验时间呢再延长1个月，也就是45天。那我们知道交易期权是有技巧的，大家就不要错过了。那获取这一个福利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口令是15就是15天的一个体验期。那像这样的一份大礼包呢，就可以领取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这一轮的一个走势啊，其实它的一个节奏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如果说纳指调整的话，它也会调整，但是呢它基本上都会在这个多方带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纳指反弹它也会反弹，而且呢它会提前一点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近期呢我的一个跟踪都是跟踪这个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等于说30分钟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的一个聚宝盆在，所以聪明资金呢就是流入，也能看到白 K， 等于说30分钟呢算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财生朋友呢，也根据 Lucy 提到的这个30分钟的一个这个抄底信号呢，也去做了它的一个差价啊，目前体验还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特斯拉的话，它走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高点连线啊，低点连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在一个上升通道中呢去走势，所以说它的节奏呢就比较好拿捏。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呢，目前下边界现在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参考点，但是现在呢最近的一个反弹啊，包括昨天呢，其实特斯拉对于这样的一个阴线呢，它只去到过1/2之后呢，它就回落了。所以说它现在一个反弹呢，我们现在就要去等待今天纳指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纳指呢它不能突破高点的话，其实特斯拉对于这一轮来说的话，压力还是不小的啊。但是呢，你说下跌呢，它也有激进。但是你说它要是回调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机构成本线呢还算是有支撑的，所以说其实特斯拉近期的一个走势特别适合这种波段的一个判断。当然我在周4的一个直播课程有跟大家去讲，我说波段我们要怎么去离场分析，也给到了大家。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特斯拉它近期为什么我说以多头思维来去看，其实就是周线给了我们底气。那近期呢，我会关注到特斯拉从这个一组 K 线开始到后面这一组，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呢是在一个多方，也就是说多方呢是在周线，我们也可以看到日线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多方，等于说周线和日线呢是一个共振。所以说特斯拉呢，我们以一个多头的一个波段的思维来去交易的话，可能会更舒服一些。这个呢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呢 AMD 的话走势相对于半导体板块来说呢就会弱一些，它比这个英伟达呢是更早出现的一个变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这个后续的一个空方呢来去做一个分析。首先呢，它这个大阴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阴线相对来说近期呢算是一个实体比较长的阴线，所以说我们把它当做来大阴线来去参考的话，大家会发现它这几天基本上是上去了之后跌下来，然后呢阴线砸下来，收盘是在下方的，然后再上去又被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压制。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它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下跌，然后呢它又重复了这样的一个走势，等于说这根阴线近3天呢它都没有站上去。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会认为它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这个下跌。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位置呢，就是162.6毛3这个地方。如果说它能上去的话，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涨上去了，站上了162.6毛3呢，它有可能还会去这个站稳，然后1/2，它的一个高点呢，就会与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相吻合。所以说 AMD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方向是比较纠结的。那我们如何去判断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日线，我们看出来它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有可能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看到周线的话，近期它也是出现了一个散财童子，等于说周线级别的散财童子的话，对于 AMD 来说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危险信号。那我们看到本周呢，其实还有一根 K 线呢就出现了周线，但这个周线呢，其实离我们的上边界有一点远，而且呢也没有出现止跌信号。所以说大家对于 AMD 这个过程呢，它还是需要再谨慎的一个看待。而且我们通过筹码峰也能看出来，现在呢基本上筹码峰所有的资金呢都在股价的一个头顶上，等于说在这个位置是有抛压的，是有压力的。所以说啊，在这个地方呢，其实 AMD 的话，我更倾向于用到我们的一个空方带呢来去做，就是你靠近这个上边界的话，出现这个反弹需要止盈，然后呢它跌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找低点。那它向下的低点呢，此前我给大家预测过，可能会接近143.2啊这个位置。为什么是选择这儿呢？大家看没看到这个机构成本线粉色的在向上走？那会因为股价的一个震荡呢，去出现一个重叠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我们要在一个拉长的一个时间来去看 AMD 的一个走势。所以近期我们参考的位置呢，就是162.6毛3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比较关心的露露的一个走势。那露露的话呢，在这一轮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呢它一直是处在这个单边下跌的一个走势。为什么这样去评价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这一条彩虹带它的一个这个宽度也比较宽，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空方。那这个是我们参考的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虽然看到有这个日线的白 K 但是没有看到它的一个资金流入。那有可能股价走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看到是有这个聪明资金，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知道，如果说它会有大幅的一个上涨的话，其实我们的彩虹带呢会变宽的变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它有大幅拉升，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露露呢，它最近还算是一个箱体震荡粘合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在昨天为止，它现在还没有出现突破，甚至呢没有出现其实买入的一个点。当然露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提前知道它有财报要公布的。当然财报的话，大家知道就是在财报公布之前呢，我们都是以这个赌财报的一个思维去看的话，它是有两面性的所以呢，在这个盘前，大家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这个空间呢，大概有17%左右，应该是我看到的时候应该是17%左右。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其实呢，露露的股性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历史走势来看的话，大家看这一段，这个位置呢，其实从这个机构成本线突破之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跳空。那这个区间呢，其实露露它是有前车之鉴的。那我们再在前方再去看，其实这个表头的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跳空缺口。所以说这是露露的一个股性。那我们再去参与这样的股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辩证的去看它在财报的一个节点，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消息面，我们要想到它有可能会出现利空才会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分析。那 Lululemon 的话，它是2025年的2季度营收呢是25.2个亿，未达到预期。所以说它的一个下跌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影响的，全年指引下调至2%至4%。所以接下来这个北美地区的营收同比增长1%，男装业务表现不佳，女装增长创3年新低，这是一个这个机构对于这个露露的一个评价。所以说呢，从它的一个这个主营业务收入来说，这个北美地区是这样的，然后中国区营收增长呢是23.8%。但是它的毛利率小幅下滑至58.5%，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数据
只能说明一切了。那么在市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如果说你的财报不及预期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那对于露露的一个应变，如果说下一次我们再看到它的，比如说3季度啊，它如果说公布财报的话，其实 Lucy 之前有给过我们大家一个万能策略啊，就是赌财报策略。赌财报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Long Strandle 的话，其实有给到大家赌财报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说一旦知道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公布的日期的话，在它之前的2天或者说1天去布局这个 long straddle 的话，会给到一些防守对冲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就是对于露露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